别以为花150万买下达士岭或者女皇镇的祖屋就是人生赢家。在当前的新加坡楼市，买错这3类100万祖屋，你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首付和 CPF 公积金可能在5年内直接蒸发。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你身边最靠谱的政策信息速递员。今天我们不熬鸡汤，直接手撕新加坡楼市最大的造富神话。看看现在的新闻，2025年100万祖屋成交量狂飙近3倍，165万9千的女皇镇 Dawson 阁楼直接刷爆大家的朋友圈。很多30多岁准备结婚或者改善住房的朋友，看着 Property Guru 上越来越夸张的标价，心里慌得不行，生怕现在不买，以后更买不起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不少盲目跟风的买家正在为极度不合理的 COV 现金溢价买单，成了妥妥的接盘侠。今天这期硬核实测，我将带你穿透100万祖屋的表象，告诉你谁才是真正的保值王，以及哪3类 HDB， 就算你中了多多，也千万别碰。前排提示，今天的内容过于真实，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，再慢慢看。也欢迎大家把心目中新加坡最贵的祖屋区直接打在弹幕上。那么100万祖屋到底是怎么炒起来的？这几年在新加坡买房的年轻人大概都有个共同的焦虑，那就是 BTO 抽不到好地段，转售市场又被100万祖屋卷到怀疑人生。我们先来看一组真实的数据。2023年全岛的100万祖屋成交量大概才521套，可是到了2025年，这个数字直接原地起飞，干到了1554套，涨了快3倍啊，朋友们！现在你打开看房软件，大巴窑、红山、女皇镇，随便一套高层5房室，屋主都敢喊价100万起步，甚至你去楼下的 Copation 都能听到安哥安弟们拿着报纸讨论谁家的房子又卖了天价。你觉得现在100万还能在市区买到5房室吗？为什么现在的市场会这么疯狂？除了地段好，靠近 MRT 地铁站和名校这些表面原因，更深层的原因是大家产生了一种稀缺性的错觉。过去几年相对宽松的信贷环境，加上外来高净值人口的稳步增长，带来了非常强劲的购买力，这让很多人把 HDB 当成了稳赚不赔的金融理财产品，产生了严重的错失恐惧症。大家总觉得现在咬牙不买，明年可能又要多掏10万。但是大家千万别忘了新加坡政府的核心底线，建屋局 HDB 的初衷是什么？是居者有其屋，祖屋是用来住的保障房，绝对不是用来炒作的豪宅。当祖屋开始出现明显的贵族化倾向，甚至影响到真正刚需群体的负担能力时，你以为政府会坐视不管吗？最近国家发展部收紧的祖屋房贷额度 LTV， 还有之前不断加码的额外买方印花税 ABSD， 就是非常明确的政策信号。政府在通过宏观调控给市场降温，风向已经彻底变了。那种闭着眼睛买100万祖屋就能随便赚钱的时代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那么在政策不断收紧的大环境下，达士岭和女皇镇的那些天价祖屋凭什么还能卖这么贵？他们真的物有所值吗？要想知道100万祖屋未来会不会跌，我们必须先搞懂到底是什么在支撑他们的天价。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实地测评了目前全岛最贵的2个标杆项目，一个是成交价高达156万的达士岭，另一个是创下165万9千纪录的女皇镇 Sky Terrace 阁楼。网上很多房产中介或者博主会告诉你，他们之所以贵，是因为在市中心，楼龄新，设计看起来像 condo 私宅，而且达士岭还有50层的空中花园，海景无敌。屏幕前的各位，如果你手里有150万的现金，你会选择去买一套入门级的公寓，还是买这种最顶级的 HDB？ 其实刚才说的那些表面原因都是正确的废话。今天我作为你们身边的政策速递员，必须给你讲点真正硬核的政策分析。这2个项目之所以能成为真正的保值王，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前 PLH 时代的绝版资产。大家应该都很清楚，
现在政府在市中心和优选地段建的新组屋，全部都已经归入了 Prime 黄金地段或者 Plus 优选地段的全新分类模式。这就意味着什么？这不仅意味着长达10年的 MOP 最低居住年限死锁期，在这10年里，你不能把整套组屋出租，也不能随便放到市场上卖，而且在转售的时候，你还要把当初拿到的部分房屋津贴退还给建屋局。最致命的一点是，未来的买家还有严格的家庭收入上限限制，这就相当于直接锁死了未来接盘侠的资金池，哪怕有钱人想买，只要收入超标也买不了。但是大家看看达士岭和女皇镇 Dawson 这些早期的天价组屋，他们完美避开了这些所有严苛的新政限制，他们依然遵循着以前的老规矩，只要满足5年的 MOP 就可以自由买卖。转售的时候没有任何津贴退还的规定，而且对买家的收入完全不设限。再加上 Dawson 那里全岛仅有几十套的 loft 复式挑高户型，以及这2个项目目前都还有85年以上非常健康的剩余屋契。这种在政策限制和物理属性双重层面上的不可复制性，才是那些高收入的富裕阶层愿意砸160万现金买单的真正护城河。他们买的不仅仅是砖头、地段和风景，而是买断了新加坡核心区最后一块不受新政束缚的自由房产资产。这种因为政策空窗期而留下的结构性稀缺，才是支撑他们天价的绝对基石。只要政策不往前追溯，他们的稀缺价值就会一直存在。但是，是不是所有的100万组屋都有这种强大的护城河？当然不是。接下来的内容才是今天这期视频真正的重头戏。如果你正准备买房，请务必集中注意力。但是，如果你以为只要花了100万，买到的都是金矿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接下来的内容价值100万，请大家立刻点赞收藏，千万别划走。在现在的转售市场里，有3类100万组屋，你只要敢买，5年内绝对套牢，神仙都救不了你。第一类，屋契剩下不到60年的情怀老破大，比如中价鲁、马林、百列一带那些40-50年的老祖屋，面积确实是大，地段也确实是好，周围全是网红咖啡馆。但你千万别忘了新加坡极其残酷的屋契衰减法则，一旦祖屋的剩余屋契跌破60年，不仅银行的贷款额度会急剧缩水，你买房能用的 CPF 公积金使用额度也会被按比例严格限制。建屋局有明确规定，如果剩余屋契不能保障最年轻的买家住到95岁，公积金的使用上限就会大打折扣。你以为你花大价钱买的是可以传宗接代的传家宝，其实你是在买一个倒计时的定时炸弹。等你住个5年10年想脱手的时候，剩余屋契更短了，下一任买家可能连首付都凑不齐，估值暴跌是分分钟的事。第二类，非成熟区的伪豪宅。最近大家看新闻，雾兰、易顺甚至榜鹅都爆出了100万级别的成交记录。我求求各位清醒一点，这些偏远区的100万组屋，往往只是因为极个别的极高楼层或者罕见的双钥匙户型，被市场情绪强行炒作上去的。你仔细去查查，他们的银行真实估值根本到不了100万，这就意味着买家必须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极其离谱的 COV， 也就是现金溢价。你身边有没有朋友为了买组屋付了超过5万 COF 的？欢迎在评论区吐槽一下。你要知道， COF 是不能用贷款也不能用公积金的，全都是你的真金白银。一旦整个楼市的狂热情绪冷却，或者经济周期进入下行通道，郊区房产永远是第一波被挤水分的。你付的那10几万 COV 直接打水漂，连个响都听不到，到时候房子想卖都卖不掉，流动性极差。第三类是没有核心景观护城河的普通市区盘。现在很多红山、大巴窑甚至嘉冷一带的普通低层次房市，也跟着行情盲目喊价100万。但你仔细去看看政府未来的城市规划蓝图，未来2-3年，这些区域周边会释放大量设计更好、社区设施更完善的新 BTO 组屋。当这些海量的新盘过了 MOP 进入转售市场，你那套又老
又没有风景，户型还普通的祖屋，凭什么还能让买家掏100万？没有绝版的政策优势，没有无敌的海景，到时候迎来的就是毫无悬念的踩踏式降价。所以买房千万别上头，认清资产的真实底色才是关键。那么面对这样的市场，普通人到底该怎么选？说到底，100万祖屋的存在是新加坡楼市分化的一面镜子，它证明了优质公共资源的价值，但也放大了普通人的买房焦虑。我们要明白，新加坡政府的底牌永远是居者有其屋，而不是炒者有其屋。随着郊区新祖屋海量入市和贷款政策的持续收紧，100万祖屋市场必然会迎来一波残酷的大洗牌。买房不是跟风，看透政策底牌，才能守住你的血汗钱。你现在住在哪一区的祖屋？或者你正准备买哪里的转售祖屋？把区域和房型打在评论区，我来帮你做个免费的风险评估。大家也可以点击说明栏或者置顶评论，获取我整理的最新祖屋购房避坑指南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够硬核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我是专注新加坡新政速递的频道，做你身边最靠谱的政策信息速递员。我们下期见。